每年夏天，我们不仅要注意免受黑蚊子的攻击，甚至还要招架从外国偷渡来的花蚊子。这种蚊子群体的攻击性更高，被咬之后肿的包更大，而且痒的不行。这么个大祸害究竟是如何来到我国的？怎样才能消灭它们？这里是知识天梯。这些花蚊子的学名叫白纹伊蚊以及埃及伊蚊。白纹伊蚊作为伊蚊属昆虫，目前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大江南北、辽宁地区存在它们的身影，而海南岛同样也能发现白纹伊蚊。深入内陆的话，西至陕西甚至西藏也同样如此。白纹伊蚊只有在日出日落的时候才会频繁活动，而埃及伊蚊分布的地区则要小很多，它们主要生存在我国的南方城市，例如海南、广东以及云南等地。然而，它们与白纹伊蚊相比，活跃的时间却要更长。而我们之所以要把它们以花蚊子的形象从蚊子大军中突出出来，就是因为其危险程度要比普通蚊子群高很多。一般来说，普通蚊子在人体肌肤上吸入一定的血液后，该部位只会出现起包以及发痒等症状，基本上不会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而花蚊子却不一样，在我国，花蚊子可是登革热疾病的传播者。一旦人类感染登革热，轻则身体发热、肌肉酸痛，重则出现皮疹以及白细胞减少等症状。这种疾病传播极快，而且即使当事人身体免疫力很强，也很难保证不被传染。上世纪80年代左右，我国就曾经出现过登革热流行的情况。根据调查来看，这些地方的白纹伊蚊数量很多。最终经过实验，人们发现花蚊子可以通过叮咬的方式来传播登革热以及其他众多疾病，是传染性病毒的重要媒介。长久以来，花蚊子的危险系数并非只是说说而已，我国是真的受到过它们的侵扰。花蚊子令无数人闻风丧胆，其实它并不是我国的土著。相关生物学者追根溯源之后，发现了花蚊子的真实身份。其中，埃及伊蚊主要分布在热带以及亚热带地区，非洲、南美、东南亚都有它们的生存迹象，只不过原产地已经难以考证。而白纹伊蚊与之相比，却有着更强的环境适应力，甚至能够在寒带以及亚寒带顽强地生存下去。不过相同的是，这两种蚊子都是通过东南亚传入我国的，并且它们的原产地很有可能就是这里。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蚊子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地从东南亚传入我国？其实这种事情是每个国家都在极力避免却又难以抵挡的。由于全球合作紧密热切，跨国贸易在如今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由于装载货物以及卸货的环境都难以严格把控，所以很多物种就会被带到货柜或者是轮船以及其他运输工具上。等到货物被运到目的地时，这些物种也就在当地得到了释放。对于海洋货轮来说，很多物种都会通过压载水释放的方式进入到其他国家。2016年时，我国港口排放的压载水水量就达到了3.46亿吨。如果不及时处理其中可能存在的外来物种，那我国各地港口都要面临不同程度的物种入侵了。据了解，压载水造成的危害已经让美国五大湖地区以及澳大利亚近海地区都面临过生态危机。所以，为了防患于未然，我国在2019年也加入了对船舶压载水以及沉积物的管理公约，开始对临港船舶进行更加严格的执法检查。可以说，从源头进行控制，杜绝一切外来物种的入侵，才是众多办法中最直接、最有效的那一个。花蚊子是如何进入中国的？虽然我们极力控制其他物种对我国的入侵态势，但总有几个漏网之鱼，花蚊子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既然发现了它们的踪迹，就不能让它在我国大肆繁衍下去了。目前，我国为了治理逐渐称霸蚊子界的花蚊子，也是在众多方面下了狠手。首先，根据花蚊子的具体栖息地来说，室内风力较小的阴暗处以及室外一些废弃物的夹缝中，都会成为它们的生存温床。甚至就连没有洗干净还留有一定汗渍的衣物，同样也能成为它们的繁衍之地。所以，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封住一些进水口，例如水缸以及下水道等设施，最好能够安装相应的防蚊装置。
至于非人为形成的废弃水沟、水塘以及路面积水，也需要及时进行处理。夏天由于天气炎热，这些水环境会让蚊子进行更广泛的繁殖。其次，我们需要对垃圾箱按时进行清理，然后进行深度清洁，因为像此类空间以及被抛弃的易拉罐内部都可以成为花蚊子的栖息地。在城市中，居民在养殖水生植物时至少1周换一次水。而在农村地区，由于人及牲畜的数量都很多，环境也更加复杂，所以人畜饮用水所使用的积水容器需要5天左右换水一次。除了各家顾好门前事之外，村舍周围的植物植被最好也能够有专人进行管理，通过使用杀虫剂来消除花蚊子生长的可能性。总而言之，越是阴暗以及积水过多的地方，就越容易让花蚊子繁衍。而不够卫生的垃圾摆放区以及树木叶叶也是它们最喜欢的生存地。所以，我们只要注意干净卫生，时刻保持周围环境的整洁，就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花蚊子的侵扰，让我们享受到一个更加舒适的夏天。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